在1890年的一个阴郁沉闷的午后，顾拜旦独自坐在堆满杂乱文件的书房里，桌上散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调查表。推动体育改革的重任令他疲惫不堪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的大信封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信封鼓鼓囊囊，仿佛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怀着一丝不安和好奇，撕开信封，瞬间被里面的简报和照片所震撼。信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波涛汹涌的海浪，令他心跳加速，手指微微颤抖，眼睛睁得越来越大，仿佛发现了新大陆。他不知道，此时此刻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悄然转动，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在他手中开启。1863年1月1日，皮埃尔·德·顾拜旦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。因为先祖们曾获得法国国王路易11的贵族称号，顾拜旦一出生就继承了男爵头衔。顾拜旦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水彩画家，母亲则是个贵族后裔，整个家庭看起来就是个艺术与优雅的聚集地。顾拜旦的童年在法国诺曼底的穆维尔城堡度过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，父母对他的教育可谓是倾尽全力。那个年代，法国贵族普遍接受古典教育，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、哲学、历史和语言。幼年的顾拜旦因此浸泡在古希腊文化的海洋中，心中燃起了对古希腊文化的无限向往。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横扫整个欧洲，生产力一发展，社会就大变样，动荡、战争、民族主义这些都冒了出来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爆发，法国战败。这场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。小顾拜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心中早早便种下了反对战争、渴望和平的种子。这颗种子最终成长为他发展体育运动、复兴奥林匹克的强大动力。而就在小顾拜旦埋头读书之际，另一位传奇人物却已经在希腊的群山间寻找奥林匹克的踪迹了。话说那时候，距离最后一届古希腊奥运关门已经过去1400年了。漫长的中世纪，奥运会这档子事儿早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。好多人都觉得奥运会根本不存在，那些奥运故事就是神话传说。可是有个人偏不信邪，他就是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·库尔迪乌斯。经过研究，他坚信奥运会不仅真实存在，而且遗址就在希腊西伯鲁斯的山区。1875年，经反复的勘测考察，库尔迪乌斯锁定了奥林匹亚古城的位置。他带着一队人马来到这里，开始了疯狂的寻宝之旅。对他的团队来说，这可不是轻松的事儿。奥林匹亚遗址被厚厚的泥沙覆盖，上千年的洪水和地震让这片土地变得复杂又危险。考古工作那叫一个艰苦，有时候还得抽水才能继续挖掘。不过努力没有白费，在宙斯神庙附近的一片废墟里，他们找到了神庙的祭坛石块，这可把大家激动坏了。更令人惊讶的发现接踵而至。一次挖掘中，一名工人用铲子清理地面时，突然碰到了一块巨大的铜制物件。进一步清理后，队员们惊喜地发现，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青铜运动员雕像。看来那些古籍传说都是真的，大家不禁感叹。这一意外让现场的考古团队瞬间欢呼雀跃。接下来，他们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精美的雕像，尽管经过1000年的风雨侵蚀，依然栩栩如生。不久后，他们在宙斯神庙附近发现了菲迪亚斯的工作室。菲迪亚斯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雕塑大佬，他的名作《宙斯神像》早已名扬天下，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。虽然宙斯神像早已消失，但考古学家们在他的工作室找到了制作这座神像的模具工具，以及一些未完成的雕刻材料。
库尔蒂乌斯站在遗址上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块废墟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当遗址重见天日时，世界将开始重新关注古奥林匹克的精神。那一年，顾拜旦12岁，正痴迷于一本网红小说《汤姆·布朗的求学时代》。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拉格比公学的生活中经历的一切，特别是那橄榄球的热血场面，让小顾拜旦心潮澎湃。他懵懵懂懂地意识到，体育运动尽管在法国不被重视，但却是学校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于是，这部小说成了他日后游学英国并投身体育事业的原动力。1880年，正在法国上大学的顾拜旦通过学校的项目前往英国游学，在那里，他参观了梦寐以求的拉格比公学，真是梦中来，梦中去。顾拜旦如鱼得水，沉浸在他在小说中读到的体育项目中，被那里的体育教育吸引。拉格比公学的已故老校长托马斯·阿诺德在1830年代在教育界掀起了一阵先锋变革。他不仅强调古典教育，更力推体育教育。他认为，锻炼身体、培养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同样重要，毕竟强健的身体才能承载聪明的头脑。他的这些理念对顾拜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老校长的带动下，那个年代，英国的公学已经普遍引入跑步、跳远、标枪等项目，成为学生日常训练的一部分。草地上，踢球的小伙子们如同在进行一场狂欢派对。他们踢的是足球，没错，但那个足球可和今天的足球大相径庭。场上看起来就像是一群疯子在追逐着一个皮球，场面一团乱。终于到了1863年，一个叫埃比尼泽·科布莫里的律师忍无可忍，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成立了足球协会，制定了第一部正式足球规则。足球从此不再是无序的狂野之战，而变成了绅士们的优雅游戏。不过，事情总有反转。某次比赛后，一群球员不满新规则，规矩这么多，不许抱球，不许身体冲撞，那还怎么玩？于是，这些叛徒另辟蹊径，创造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橄榄球。足球运动的分裂，就像朋友聚会后的争吵，虽说分道扬镳，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辉煌道路。那个时代，欧洲其他国家的体育运动也在快速发展。在德国，另一项运动体操逐渐兴起。你可能听说过弗里德里希·雅恩，德国体操运动之父。这个家伙是个爱国者。19世纪初，拿破仑横扫欧洲，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小邦国一个个丧失了自主权。雅恩看着德意志青年弱不禁风的身体和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，心里急呀。他觉得德国要强大，国民身体和精神都得硬起来。于是，雅恩在1811年在柏林郊外的哈森海德开设了第一个公共体操场，现代体操运动就这么诞生了。雅恩的体操不仅为了身体训练，更是为德意志青年提供一个聚集场所，通过体操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，传播民族意识，唤醒爱国热情。当时德国街头巷尾都是在练体操的青年，这项运动更是通过德国移民远渡重洋传到了美国。至于顾拜旦的祖国法国，贵族们则热衷于击剑。这项优雅的运动源自欧洲贵族之间的决斗文化。还记得上期我们说过的骑士锦标赛吗？后来锦标赛被禁，私人之间的单挑却兴盛起来。在16、17世纪的欧洲，贵族们动不动就比划比划，决斗可不仅仅是出于愤怒或仇恨，更多是为了维护荣誉。这导致了大量的贵族伤亡，连国王都看不下去了。17世纪初，亨利4世就觉得贵族们这样斗下去简直是自取灭亡，于是他颁布了决斗的禁令。可惜收效甚微，大家觉得决斗是贵族的标志，这事根本管不住。到路易13时，
为了规避法律的惩罚，贵族们甚至在晚上偷偷到巴黎郊外的树林里决斗，把巴黎郊外的树林都搞成了决斗公园。在18世纪末，法国诞生了一位击剑大师尼古拉斯·德拉波姆。大师的剑术天下无敌，但他却信奉以德服人。他立志彻底改变击剑运动危险暴力的现状。于是，在精心构思之后，拉波姆大师开始了他的改革大计。他设计了一套击剑比赛规则，还改进了武器，发明了更轻、更细的剑。大师还规定了击剑时只能击打特定的部位，这就像是在说：“嘿，伙计们，切磋技艺，点到为止。”他还建议剑客们佩戴护面，使用不尖锐的剑器。这样一来，击剑运动就从贵族们的致命游戏变成了绅士们的优雅体操。到了19世纪，击剑已经从决斗的艺术变成了健身的美姿，成为了绅士们展示风度的体育项目。1882年，顾拜旦结束了他的英国游学之旅，带着一脑袋英国智慧和一行李箱体育精神，兴冲冲地回到了法国。在游学的这段时间里，他深刻领悟了英国的体育教育体系。他发现，英国学校不仅注重学术成绩，还非常看重体育教育。学生们通过参加各种体育活动，不仅锻炼了身体，还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，真是文武双全的典范。但是回到法国，顾拜旦就像是拿着一张体育彩票，却找不到兑奖的地方。他热情洋溢地推广英国的体育教育，结果呢？家长们紧张得好像孩子要去火星冒险，生怕一不留神就染上肺结核。教师们则像是遇到了捣蛋鬼，认为顾拜旦的球类运动只会让学生变成一群无法无天的小猴子。还有教会，他们唱着中世纪的老调子，斥责体育与基督教义抵触。而社会上的喷子们则干脆给顾拜旦贴上了法监、英国走狗的标签。顾拜旦可不是那种一碰壁就打退堂鼓的人，这位体育教育的传教士就像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。在家庭的支持下，他继续在法国不停地活动，推广他的英式体育教育理念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他终于让体育教育在法国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他不仅成立了法国跑步联合会，还当上了法兰西教育体制改革协会秘书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发起成立了全法学校体育协会，并且自掏腰包设立了皮尔德·顾拜旦奖，用以表彰那些在运动场上表现出色的运动员。这些举措都为他赢得了地位和尊敬。到了1889年，26岁的顾拜旦受法国政府的委托，开始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体育协会。他借此机会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体育状况调查表，想做个摸底。结果却发现，各国的体育组织存在政治化严重、管理混乱、相互对立的严重问题，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趋势也让他感到担忧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顾拜旦在多国的报纸上刊文，广纳谏言，寻求解决之道。1890年，就在顾拜旦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一封神秘的来信打破了顾拜旦的沉思，于是便有了我们开篇时描述的场景。信中的内容让他决定即刻出发，再次踏上前往英国的旅程。而这趟旅行不仅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也预示着人类体育运动的历史即将开启新的篇章。来信的是一位名叫威廉·彭尼布鲁克斯的英国乡绅。与出生于大城堡的顾拜旦男爵相比，布鲁克斯看起来就像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。他出身于医生世家，15岁起便在父亲的诊所中当起了学徒，后来应父命前往伦敦、巴黎和帕多瓦学习医学与草药学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回到家乡马奇温洛克小镇接手家族诊所，后来还兼职当上了当地的法官。布鲁克斯毕竟是去过伦敦、巴黎，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对自己的家乡马奇温洛克小镇爱得深沉。回乡后，他不仅给农民办阅读会、搞图书馆，
还活学活用在伦敦、巴黎学到的古希腊典籍，借鉴古代奥林匹克的模式，搞起了自己的奥运会——马其温洛克奥运会。这个运动会从1850年就开始举办了，那时候顾拜旦的哥哥可能还在喝奶呢。与拉格比公学搞的贵族教育不同，布鲁克斯的奥运会面向劳动人民，是个乡村奥运会。他1年举办1次，直到今天仍在进行。赛会既有田径、五项全能等古希腊传统比赛，也包括徒手爬廊柱和蒙眼推独轮车等乡村土味项目。其中有个叫赶猪比赛的项目尤其有趣，选手们需要在城内的街道上捉住一只涂满柏油的猪，那场面简直能让人笑出猪叫。布鲁克斯相信体育能打破阶级界限，他的理念是不需要有多少财产，不需要盛装华服，无论贫富，无论性别，都能同台竞技。他自掏腰包提供奖金，设立裁判团。到1860年代，这个乡村奥运会在英国已经小有名气，成为了一项村镇盛典。布鲁克斯对自己的乡村奥运会非常自豪，他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大梦想。1881年，他鼓起勇气给希腊政府写了一封信，介绍了自己的经验，并希望能在雅典举办一次真正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。但他的提议却遭到了希腊政府的拒绝。后来，布鲁克斯在报纸上看到了顾拜旦的建言广告，便兴致勃勃地向后者寄去了关于马其温洛克奥运会的简报册，邀请他前来观赛，聊聊体育，聊聊奥林匹克。1890年，顾拜旦来到马其温洛克，观看了小镇奥运会。这一年，布鲁克斯已经81岁了，他像个青年人一样，热情地向顾拜旦介绍在希腊雅典举办国际奥运会的梦想。这让顾拜旦大受感染和启发，他决定立刻前往希腊考察。在离开马其温洛克之前，顾拜旦在镇上种下了一棵橡树苗，纪念他在这里受到的启迪。如今，这棵橡树仍在马其温洛克镇上茂盛生长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这段历史的辉煌。经过10多年的辛苦发掘，奥林匹亚遗址已经完全展现在大众面前。顾拜旦漫步在奥林匹亚的山野，那沧桑的竞技场、庄严的宙斯神庙和古代英雄残破的雕像，每一处遗迹都仿佛在向他诉说着历史的荣耀。他感到自己心中有一团火被点燃了，一种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责任油然而生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它古代光荣的历史呢？顾拜旦庄严地写道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为我们点赞并订阅本频道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努力更新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